中国歼20战斗机与美国 F-35战机全球首次近距离接触有何重要意义？空警500预警机将与歼20进行怎样的空中合作？我们都知道，歼20作为中国最强5代机，从问世至今一直都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关于其真正的性能以及其将要发挥出怎样的作用，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被透露出来，因此其也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神秘感。近日，关于中国歼20也有最新消息出来。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维尔斯巴赫在美国空军协会智库密切尔航太研究所的一场线上讨论里透露，近期美国 F-35战斗机曾与中国歼20战斗机在东海上空近距离接触，并且表示说中国歼20战斗机飞得相当好，相当专业。报道还指出，此消息最早由美国航空与军事新闻网站率先披露，但是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此前在访谈里只说美国 F-35战斗机与中国歼20战斗机是在东海上空遭遇，没有说明具体的遭遇地点与次数。在被问及中国歼20战斗机的定位，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回应称，现在断言他们打算用歼20做什么还为时尚早，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中国歼20战斗机正在执行空优任务。此外，肯尼斯·威尔斯巴赫还说道，我们注意到中国把歼20战斗机飞得非常漂亮，我们的 F-35战斗机最近在东海上空与中国歼20战斗机进行了相对近距离的接触，并不是交锋，只是短暂的近距离接触。但是中国歼20战斗机所属的指挥和控制体系让我们印象深刻。中国空军在东海空域还有一些其他机型，他们的飞行指挥和控制都非常优秀。最后，关于将中国歼20战斗机，其还说到，中国歼20战斗机飞得相当专业，所以现在说中国歼20战斗机的定位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中国打算用它来做什么。是像 F-35战斗机一样成为能执行多种任务的多用途战斗机，还是像 F-22战斗机一样成为以空优任务为主兼具对地能力的战机？所以现在对中国歼20战斗机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中国歼20战斗机外，肯尼斯·威尔斯巴赫还谈到空警500预警机，称这款预警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我想告诉你的是，中国的空中指挥控制能力，特别是空警500在某些作战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中国的一些超远程空对空导弹得到了空警500的协助，因此想办法如何打断这种超视距杀伤链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对于肯尼斯·威尔斯巴赫的言论，飞行国际网站对其言论进行了报道，并提及他是在暗示空警500可能会在战斗中为中国战斗机识别和分配目标。从以上言论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对于中国歼20战机的威力和中国飞行员对歼20的操控是十分信服的，对此也是大加赞赏，并且歼20战斗机在空警500的加持下，其战斗性能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也使其感受到了中国歼20战斗机极大的威胁。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中国空军副司令员王伟2021年曾对美国空军要让中国空军感到害怕的公然挑衅做出霸气回应，只要你不害怕，就让我们到云端相见吧。没想到这一天如此快就来到了，而且此次中美隐形战斗机在东海近距离接触是全球首次隐形战斗机的正面交手记录，具有很高历史价值意义。但是对于中美两国此次的高空近距离接触，美国航空极客俱乐部网站称，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在讲话中提到歼20与 F-35在东海的相遇时强调，我不会将其称之为交战，这就意味着中美隐形战斗机并没有发生对抗性动作，只是近距离相遇。但是肯尼斯·威尔斯巴赫表示，中国歼20战斗机进行了相对专业的飞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中美双方的战机并不是简单的相遇，肯定会有一些抢占有利正位的小动作。对此，有专业人士指出，中美两国战机此次的近距离接触，美国 F-35战斗机可能还稍逊一些，中国歼20战斗机在机动性能上更占有优势，这都得益于中国空警500的加持，大大提升了歼20战斗机的飞行性能。那么歼20战斗机与空警500是如何搭配作用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歼20战斗机作为中国首款第5代隐身战机，其隐身性与航电水平都达到了世界一流，也随即成为中国空军的中坚力量，大大增强中国空军的战斗能力和综合实力，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且歼20战斗机采用了全新的锯齿尾喷管，这种喷管有助于让机身的隐身性能加强数倍，并且机身内部装置的雷达系统也是其他普通战斗机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它所具有的红外线隐身技术，通过红外线的跟踪可以进行反隐身作战，以此来发现潜在的敌人。这种红外隐身技术还可以缩短和减弱战斗机自身的信号，增强飞机的隐身性能。这样一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了敌人发现自己位置的机会，并能够消灭敌军于无形，而且不费吹灰之力。空警500预警机是中国航空工业、陕西飞机工业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预警指挥机。空警500是中国研制装备的第3代预警机，以运9运输机作为载机平台。机载雷达采用了新型数字相控阵雷达，最大起飞重量可达77吨，采用4台涡桨 6C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巡航速度每小时550公里，航程约5700公里。因此，空警500预警机作为中国新一代中型全天候多传感器空中预警和指挥控制飞机，主要承担空中巡逻警戒及指挥控制任务，其与歼20战斗机能够完美结合在一起。由于歼20战斗机具有性能强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所以就让歼20战斗机区别于其他战机，相当于一架小型预警机，只需空警500预警机提供敌机的粗略位置信息，剩下的交给歼20战斗机自由发挥。从而空警500预警机在和歼20战斗机配合作战的时候，其身份发生了很大转变，不再是指挥官角色，反而更像是一个辅助者。此外，在有了空警500预警机的支持后，使其在遇到同一级别的战斗机时，由于双方都具有良好的隐身能力和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所以为防止被对手先发现，必须严格控制雷达开机时间。因此，谁具备反隐身能力的预警机提供支援，抢先探测出对方位置，谁就能掌握空战主动权，可以在雷达开机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实施打击。歼20战斗机在有了空警500预警机后，就能确保歼20战斗机在远距离上以高隐身前突抢占发射正位，在中距离上以中隐身接敌，先敌方开火，实现多重打击，让对方无法还击，对敌方施以沉重打击，取得战争的最大胜利。因此，此次歼20战斗机现身东海，很可能就是对这一核心战术进行演练，以便达到最高的战斗需求，更好掌握制空权，发挥出歼20战斗机的最大特点，取得更大的空中优势，给敌方以巨大威慑。这次与美国 F-35战斗机的相遇，也算是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这对于中国歼20战机的战术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